这一台 Cat VR 万向跑步机是电视剧《三体》里面的同款，销售价是$5000，只针对 To B 市场，普通消费者买不到。这边的这一台 Cat VR C2 跑步机，针对的是消费级市场，售价便宜一点，$1500，但是国内不卖。最近呢，因为热播的《三体》电视剧的关系啊，很多人关注到了小说原著和这个电视剧里面的这个 V 装具。所谓的 V 装具呢，其实一整套系统，包括了头戴式显示器，然后这个力反馈的这个背心、力反馈手套，还有这种 VR 万向跑步机。其中最大的硬件呢，就是这台跑步机。去年呢，我很有幸认识了 Cat VR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猫总，所以说趁着《三体》电视剧的热播呢，猫总就发了一台电视剧里面的同款的这个跑步机来给我体验。正常来说吧，搞到这么一台稀缺货，又趁着电视剧《三体》的热度，如果说为了流量呢，我其实完全可以整活拍一些好玩的画面，告诉你这玩意儿多好玩。但是呢，我偏不，因为我不觉得分享那样的内容呢，对各位看热闹的各位来说，除了有一点点娱乐价值之外，有任何实质的价值。所以这次我打算分享的是基于 VR 跑步机这个产品。咱们来管中窥豹的聊一下 VR 和 VR 行业。说句臭不要脸的话，我这次分享的很多信息呢，是可以被收录在很多证券啊，还有投资公司的这种技术啊和市场分析白皮书里面的。那出于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和这个信心，我这次呢甘愿被大家白嫖。但是如果说你只是进来看看，就是想了解一下 VR 跑步机能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卖这么贵，比如说什么技术原理上是怎么实现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这类话题，就是如果说你看了这期视频的封面标题被骗进来了，那你可以直接点这期视频的进度条，点这个章节信息，这样咱俩都省事儿。我明确的告诉你呢，这次的视频会有点长，而且会有很多很枯燥的行业数据，你不感兴趣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我聊的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我的这些信息来源呢，包括但不限于一些 VR游戏开发团队啦，还有 VR 外设的一些公司的老板啊，还有一些线下的投资机构，这些我私人的渠道，那在网上查不到。那这些数据我认为是比较有价值的。然后我自己作为全球最早的一批 VR 硬核的这个游戏玩家，我来提炼分析，然后分享给各位。首先为了让大家对 VR 玩家这个群体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啊，我先列几组数据。全球的 VR 用户有多少？大家猜一猜。如果说你算上体验过类似于这种暴风盒子这种廉价的这种解决方案，看个 3D 视频或者体验几个简单的这种 demo，你再算上可能去朋友家里体验过，或者说去过商场的 VR 体验馆，总之就算那些体验过的 VR 用户，全球至少有5亿人有过 VR 体验。根据 National Research Group 的调查呢，仅仅美国一个国家3.3亿人就有48%的人，也就是说基本上有1.6亿人体验过 VR。但是如果说你算上真金白银自己买了头戴式显示器，哪怕算上那些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解决方案，只是用来看个 3D 视频那些廉价的这种方案，那全球这5亿人里面，只有1.7亿人是真金白银买了设备的。如果说我们的条件再苛刻一点，刨除那些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廉价的这种 VR 盒子的解决方案，只算上能正儿八经的玩 VR 游戏的，那这1.7亿人里面，大概也就是1/10，也就是不到2000万的 VR 用户。这里面呢还有接近500万的 PSVR 用户，那剩下的1000多万用户里面，有1000万左右的一体机用户。如果说你仅仅算这些最硬核的 VR 玩家，要最好的游戏画面，而且家里有不错的 PC 主机加显卡，那么只说 PC VR 的用户，从2016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 ，HTC 家包括 Vive Pro 和 Index 总销量应该是在200万台左右。我这儿先特意强调一下，这些数据很难精确，因为公开的数据非常有限。比如说 HTC 家，他们公开的就是2016年卖了10几万台，然后17年卖了超过50万台，然后2018年大概是卖了60万，2019年的销量就没有继续保持了。但是2019年年底，因为这个 Alex 的这个发售，促使 HTC 家最贵的头显 Index 仅仅1个季度就卖了10万台。然后 HTC 家的老对手 Meta 公司的这个 Rift 和 Rift S，这2个设备一共出货了大概160万台左右。那这么算下来，全球高端 PC VR 大概也就只有200加160万，也就是360万用户。这还不算像我这种2家旗舰都买的重叠用户。所以呢，经过我的分析，全球 PC VR 这个群体应该是在200到300万之间，这样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猜测。那有些小伙伴可能很可爱的就问啊，那不对啊，那国内不是有很多新进厂商吗？比如说 Pico 啊、小派啊，那这些厂商最近不是广告砸得很凶吗？我很悲痛的告诉你啊，首先刚才提到的国产厂商的产品，绝大多数都不在 PC VR 这个赛道，而是在一体机这个赛道。这也是国人做生意聪明的地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从我刚才分享的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出来，全球的尺度，刨除那些几十块的那种 VR 廉价的那种盒子，咱们说正儿八经能玩游戏的，就比如说 Quest 2这样的一体机，这样的一体机为主导的市场吧，是千万级的，而且增量很可观，在接下来几年的时间内是有可能做成过亿的市场规模的。但是 PC VR 的用户的门槛就很高了，全球呢就只有200-300万的市场，而且从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现存的 VR 用户 PC VR 的用户一直在流失，很多都转向一体机这个产品和市场了。所以国产品牌大部分都在做一体机，这也正是市场的趋势。字节的 Pico Neo 3这个一体机，过去2年卖了大概差不多50万台。最新的 Pico 4呢，在去年大力推广营销的加持下，差不多刚上线半个月就有了接近5万台的这个销量。但是呢，热度一直在降。我个人无责任的猜测啊，截止到现在可能都没有突破10万台这个销量。那可能有人会觉得10万台也卖了不少，不过大家别忘了啊，国产的一体机价格比千万级销量的 Meta Quest 2还便宜，还有补贴，还有去年甚至连我的频道都帮忙推广过的这种什么这个打卡推半价的这些活动，再加上字节收购了 Pico 之后的这个大力的砸广告费，那在这些条件的加持下，也就是几十万台的销量。而我的一些私人渠道得到的一些消息是，字节对 Pico Neo 3和 Pico 4这2台机器的预期销量啊是超过200万台的。换句话说，一体机 VR 产品的市场规模，上到投资机构，下到从业人士，都是抱了很大的预期的。咱们来看 PC VR 市场，其实国产厂商有一些产品也是针对 PC VR 市场的，比如说我知道 Apart 这家厂商有一个针对 PC VR 的型号，销量呢就是几 K。所以 PC VR 的市场呢，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厂商在认真做了，因为市场太小了。前段时间呢，我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到小派的李总分享了一个 Steam VR 的一个月活数据，然后全球 Steam VR 月活用户差不多是全部的 Steam 用户的2%不到。那全球 Steam 玩家的这个总体的盘子大概是1.3亿人。那由此可以推算出啊，玩 PC VR、玩 Steam VR 的玩家月活差不多是250万。看到没有？数据对上了，跟我刚才分析的差不多。全球 PC VR 的用户，我刚才说了嘛，大概就是200到300万。那小派的李总在朋友圈呼吁国内的厂商 VR 厂商啊，要加倍努力，因为从 Steam VR 的这个月活设备就可以看得出来 ，Meta 家的这个头显，包括 Rift 和用来串流 PC VR 的这个 Quest 系列，差不多吃掉了250万月活用户的66%，也就是差不多有165万用户都在使用 Meta 家的头显，然后 HTC 家的 Vive 和 Index 占了25%。国产厂商的产品3-4个品牌加起来，也就占到了整个 PC VR 市场的1%。然后这1%里面，大部分还都是用的是字节的 Pico 的设备，比如说 Pico Neo 3和 Pico 4。也就是说，国内玩 PC VR 的玩家也就只有区3万人，3万月活用户。如果说你听数据听得有点迷糊啊，我简单总结一下，全球真正意义上的 VR 玩家大概是2000万。然后其中高端的 PC VR 差不多200到300万，然后反观国内，包括了 PC VR 和一体机 VR 用户，咱就说 VR 玩家吧，差不多是50万到100万这个级别，其中 PC VR 用户不会超过3万人，然后呢，我就是这3万人里面的一个。那听我聊了这么多，可能也许大概你是因为想了解《三体》里面的这个微装剧才点进这个视频来看的，我先道个歉，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些分析呢是一个铺垫。因为我很热爱 VR 这个行业，想在 VR 发展的时候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说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你在网上是找不到的信息。我呢其实不是特别在乎这个视频有多少人看，能看到这次的视频，能看到这儿，就说明你们对 VR 是有兴趣的。那对我来说，你们这样的受众呢，就是我的目标。现在呢，我想请问你啊，中国14亿人口，9亿网民，游戏玩家过亿 ，PC VR 玩家才3万人。你听到我这样的分析，你感慨不？那接下来，我请大家猜一下，国内有多少 VR 玩家会有这么一台跑步机 ？OK， 接下来的内容算是正片开始了啊！我来说一下我旁边这个跑步机。这台跑步机呢是 Cat VR 这家公司2019年销售的产品，这款的型号呢叫 Walk Mini S， 这也正是《三体》电视剧里面的同款。那在他们的官网上啊，这一款跑步机的售价大概是$5000，而且这一款不是针对消费级市场的，而是针对行业应用，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 To B。那都有哪些市场算是 To B 呢？比如说警用培训，然后消防培训，甚至部队里面的这个战斗训练，甚至还比如说
你开一个 VR 体验馆，然后你买上这么一台设备，然后给那些逛商场的人体验 VR 游戏，甚至呢还包括刚才我说到的《三体》的剧组，他们也用了这台机器去拍电视剧嘛。目前呢，他们在国内外的 To B 市场啊，其实他们都有在卖这台机器，而且他们提供的其实是解决方案。那这一款跑步机只是硬件上的本体，那算上行业软件 SDK， 再算上可能你需要的配套的其他的一些配件，七七八八的，那一套的完整的方案可能就要超过6、7万人民币了。那在 To B 市场，这家在杭州的研发、生产、销售 VR 跑步机的公司，他们其实海外的业务量要比国内还大。如果说你有商用的这种解决方案的需求呢，可以去他们官网去查他们 To B 的这么一条产品线，国内也是买得到的。去年呢，也就是2022年，我去他们公司参观的时候，猫总送了我一台针对消费级市场的产品，就是我做的这一台 C2。相比刚才的商用型号呢，这台针对 VR 游戏玩家的消费级产品呢就便宜很多了。在他们官网上，他们标价是1499美金。还记得吗？我刚才分析海外 PCVR 用户有超过200万人，那这一款在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上的销量差不多是2000多台，再算上众筹结束之后，他们也销售了大几千的产品。我之前呢做过产品，我也做过众筹，我非常清楚，过千美金的产品在市场上能卖出几千台，而且还是在众筹网站上，已经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成绩了。不过很可惜的是，在国内他们暂时还没有销售渠道，因为销售的这个大头呢还是全球市场，大家自己可以算笔账啊，200万的盘子卖了几千台货，国内呢就3万的大盘，能卖多少呢？如果说你按照这个比例算，刚好就能回答刚才我提出的问题：国内 VR 玩家有多少人能够在家里有这么一台可以玩 VR 游戏的这个万向跑步机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暂时还没有开展国内的业务，因为受众太少了。所以说我们看《三体》电视剧里面只能看到他们的商用型号，那这台民用级消费级的产品只有海外才能买到。接下来呢，我来详细说一说这台万向跑步机好不好用，那这种设备能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样人会买。首先呢，虽然目前这类设备有很多天生的不足啊，但是对我这种超级资深的 VR 玩家来说，真的是足够好用了。如果说100分满分的话，我会给这台 C2 80加10分。为什么是80加10呢？我最后会讲。我看中这台设备2个点，第一呢，就是能给我提供非常大的沉浸感；第二呢，就是对我这种不爱出门的死宅来说，这台跑步机是非常棒的健身设备。不过对很多人来说啊，跑步机还能解决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运动症。那这一点呢，我详细展开讲一讲。VR 中的运动症呢，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眼睛收到的信息是身体在虚拟世界里是运动的，但是呢，耳朵里的前庭系统却没有感知到相应的运动。前庭系统呢，就像飞机上面用来感知姿态还有惯性的这个陀螺仪一样，可以让大脑感知到平衡和惯性。所以，当我们的眼睛接收到我们人在运动的信息，但是实际上身体没动的时候，大脑受到了欺骗，就会产生眩晕感。几乎是所有初次体验 VR 的人啊，都会有眩晕感。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适应能力是不一样的，我就是在10年前通过连续1周天天玩的魔鬼特训适应了 VR， 从那以后呢，我就再没晕过了。但是呢，有人无论如何都适应不了，怎么训练都没用。还有些人在虚拟世界里运动的时候，不用真的使用到跑步机啊，而是在原地就这么踏步，哎，就能解决眩晕感。我的一个小兄弟黄河就是这样，特别神奇。所以说，借助 VR 跑步机，大部分人的运动症呢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不过刚才我说了啊，我不需要这一点，因为我已经适应了。所以对我来说，提升沉浸感和帮助健身，哎，这2个功能才是我需要的。特别是越硬核的 VR 玩家，越是在意沉浸感这个东西。所以有人会为了 VR 玩 VR 游戏去买那个震动马甲，还有那种震动枪托，甚至就这种跑步机。而越是硬核的用户呢，越知道自己的需求，他越愿意投入资金，所以就会造成跑步机这个产品啊特别的垂直。你几乎不会看到轻度的 VR 玩家有购买这类产品的需求。而且跑步机其实很挑用户，因为适应、调试、优化都需要吃掉用户的一些耐心，就会导致购买者和产品是互相选择的。但是你一旦满足条件，愿意学习和适应跑步机，最后提升的这个沉浸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这个呢是我真实的体验。刚才我说了啊，我还把跑步机当做这个健身设备，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在行走的时候要克服身体的这个惯性和空气阻力，但是空气阻力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一旦当我们匀速走起来之后，实际上是不费力的。但是跑步机就不同了，
每一步呢都要克服脚底下的这个摩擦力。虽然说跑步机的鞋底和地台使用了这个摩擦系数很小的材料，但是呢摩擦力还是要相比真实行走要付出更多的体力。那这一点对我来说反而是个优点，因为玩游戏的过程呢是真的可以当做有氧运动的。我之前在我的游戏频道直播过《生化危机4》VR 版，那我的记录是没有跑步机站着玩5个小时。后来收到跑步机之后，我试了一下，1个小时就是我的极限，因为游戏里的每一步要真实的自己走出来，大家想想这是多大一个工程。而且走完这1个小时，我整个人是真的大汗淋漓，不夸张的说，真的有健身效果。这给我这种不爱出门的人吧，又多了一个宅在家里玩游戏的理由。那刚才我说我给这个跑步机80加10分，没有满分，那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体验啊，实话实说没有达到完美。比如说，由于跑步机的这个原理呢，是通过前倾身体改变重心，然后克服摩擦力实现的这个模拟行走，这就导致比如说横移动作、后退的这些动作的模拟程度就比较差，而且经过很久的训练也不能做到像前走一样自然。所以说，为了最好的体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要直线行走的。那横移呢，几乎是很难实现的。很多游戏里面需要横移几步的这种场景，都只能依靠转向、前行再转向才能实现。后退呢，基本要依靠跑步机预设的一些后退动作来实现，其实挺破坏沉浸感的。关键时刻使用这个手柄上的这个摇杆来后退和横移，其实更方便。那造成这一点不便的原因，其实挺无奈的，就在于所有的 VR 游戏原生都不支持跑步机。跑步机的实现原理其实是通过鞋底的这个光电传感器，其实跟鼠标完全是一个原理啊，把鞋子的这个移动信号通过 CatVR 自己的算法翻译成模拟推动摇杆来实现的。游戏开发商呢不会针对跑步机这种小众产品单独在开发的时候做腿部动作的这个追踪，因为说如果说要模拟腿部追踪来实现人物在游戏里面的这个移动呢，是个非常大的游戏机制的改变。要借助物理引擎来判断腿的地方，对吧？腿的动作和地面的这个交互。那游戏机制如果说适应了跑步机，那对绝大多数手柄和键盘玩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那对游戏开发商来说，收益也很低。所以现在的跑步机产品基本上只能依靠算法的翻译来模拟这个摇杆、推摇杆。而且短时间内，我个人预计也不太可能等到开发商做跑步机的这个原生支持。不过好在 CatVR 的这个算法模拟效果很棒已经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模拟真实行走的体验了。顺便臭屁一句我去 CatVR 他们公司参观才知道，他们的首席技术官是我们频道的观众，那模拟算法就是他写的。行业领头羊 Valve 开发的这个 OpenVR 也在规范跑步机的这个信号映射到这个摇杆上，看得出来行走信号翻译成摇杆信号肯定是目前的趋势了。所以说模拟行走真实度已经碰到行业天花板了。那还有朋友可能说那种主动式的 VR 跑步机效果一定很好，那这里我就啰嗦几句主动式的这个跑步机存在2个问题永远无解。第一呢，就是结构太复杂，导致成本太高，不仅需要大功率的电机，还需要非常复杂的传动结构，实现像头号玩家里面的这种跑步机的这种效果的成品，一定成本非常高。第2个无解的问题就在于安全性。安全性的问题其实分2个点一个是没办法做到真正的跑动急停，就很容易出危险。另一个问题就在于机械和电子控制的东西一定有无法避免的故障率，也容易造成使用者受伤。比如说跑动中忽然转向，但是机械故障导致这个万向地台没有配合到相应的方向，人呢就会失去重心，然后摔倒，可能会导致很危险。所以呢，很多科幻电影里面的这种主动式的跑步机就只能出现在科幻电影里面。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产品基本上是不可能量产的，这就导致目前采用这种搭载光电传感器的鞋子，在这种摩擦系数很低的地台上滑动行走的跑步机方案，就是唯一的解了。再加上刚才提到的，本质上行走的模拟呢，是依靠算法模拟这个手推这个手柄上的摇杆实现的，这类产品就几乎永远无法做到100分了。不过，即使是还不错的80分的体验呢，也是历经了多个产品迭代他们才做到的。CatVR 这家公司呢，从最早的2个陀螺仪、传感器放在鞋上，然后把原地踏步这种最简单的这种动作模拟成前进，到了他们商用产品，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 Walk Mini S， 他们使用的是红外线的传感器，到最新的消费级产品 C2， 用上了他们更精准的这个光电传感器，结合算法实现的这个模拟摇杆。几乎可以让用户以假乱真的在 VR 游戏里面行走，而不破坏沉浸感。CatVR 这家公司呢，在解决 Local Motion 这个细分市场的需求，
耕耘了7、8年的时间。所以呢，让同为 VR 技术的坚定信念者和爱好者的我，最后愿意再加上10分。说到最后呢，如果说你看到这儿，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体验过 VR， 我还是强烈的建议你尝试一下。我记得10年前我在第一次使用 VR 的时候，那种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现在回味起来依然是能让我浑身掉鸡皮疙瘩。那现在的一体机市场已经很成熟了，一台 VR 一体机不过就是2000块钱左右的价格，已经非常值得入手了。如果说你问我买什么型号，我一如既往的观点是，如果说你懂折腾网络，有双币信用卡，看得懂英文，Quest 系列会是很香的。如果你不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些条件，国内厂商的品牌，实话实说，我只推荐 Pico 4，非常轻便，然后 Pancake 的这个镜片效果也很棒。不是打广告啊，是真实的体验。我自己串流 PCVR 的游戏的时候 ，Pico 4和 Quest Pro 这2台机器我会换着用。刚好说到这儿，我再多一句嘴 ，Quest 2暂时不要买了。为啥呢？当年 Quest 2和 Pico 的产线是挨着的，那我有一些渠道信息也不奇怪吧。Quest 的3代呢，我感觉这几个月就有戏了。我有做配件的朋友已经开始准备生产 Quest 3的这个配件了。所以呢，你是要现在出手，还是等一等？你自己判断。OK， 如果说你想进一步了解有关 VR 的内容呢，欢迎订阅我的。除了这个频道以外，我还有个游戏频道。那我每个月呢会有1、2次 VR 游戏的直播，到时候呢大家可以进来直播间跟我聊一聊一切有关 VR 的话题，也可以直观的看到我是怎么使用 VR 跑步机玩 VR 游戏的。正好也在我通过跑步机减肥的这个路上做一个见证吧。OK，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